1999年的最後一天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向全世界宣布辭去總統之位。3個月後，普京榮登俄羅斯總統寶座。其實，普京並不是葉利欽繼位的第一人選。如果不是一個人的主動退出，現如今的俄羅斯政壇或許又是另一番模樣。這個人是誰？他有何實力？又為何他甘願選擇讓位普京？20世紀90年代初，蘇聯解體，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正式成立。葉利欽經過幾十天的激烈大選，順利接過了俄羅斯總統的權杖。但榮升總統的葉利欽日子並不好過，很多總理僅僅任職幾個月就被辭退，10年就換了8個總理，這也因此讓俄羅斯聯邦經濟瀕臨崩潰。於是準備請辭，尋找新的接班人。普里馬科夫便是他心目中繼位的第一人選。普里馬科夫是莫斯科大學研究生畢業，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，一直從事國家廣播宣傳工作，曾駐開羅擔任《真理報》副主編。《真理報》可是蘇聯中央委員會的內部機關報，當年很多蘇共領導人早上必讀他的文章。這個年輕人懂外語，懂歷史，會搞外交，更會搞經濟，在搞研究方面更是有一套，深得蘇共高層賞識。70年代初，普里馬科夫奉命回國，到國際關係研究所任職。1988年11月被選為蘇共中央國際政策委員會委員。蘇聯解體後，他又被葉利欽任命為俄羅斯情報局局長。優秀的他在從政道路上基本沒走過什麼彎路。入駐情報局的普里馬科夫沒有讓葉利欽失望，在俄羅斯最虛弱的時期，他找到了很多珍貴情報，也讓普里馬科夫有機會進一步走進葉利欽的視野。1998年，俄羅斯國債危機爆發，俄羅斯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基里延科剛上台4個月下台，被迫成了此次危機的替罪羔羊。同年9月，普里馬科夫上台成了總理。普里馬科夫有實力，也很有主見。上台後便指出了金融危機的關鍵所在，改革經濟政策，加強政府調控，控制寡頭。一系列操作下來，穩住了俄羅斯的經濟。可這只是普里馬科夫的第一步，接下來他要管控國家經濟，並開始反腐。這一搞就搞出了事情。葉利欽家族和寡頭都有來往，其女兒更是以慈善為噱頭，公然斂財。這無疑碰到了葉利欽的軟肋。葉利欽還沒下台，普里馬科夫就已經威脅到了自己的地位，以後卸任指不定會遭到怎樣的打擊。加之普里馬科夫私自取消美國訪問事件，葉利欽深知這個人難以掌控，於是在1999年的夏天，以經濟政策無力為由將其撤職。3個月之後，普京任職俄羅斯總理。普京是一個非常聽話的下屬，更不會對上司痛下殺手。他的能力雖遠不如普里馬科夫，此時此刻卻成了最合適的接班人。普里馬科夫下台，但這並不影響民眾對他的推崇。中間派和右翼政黨也都爭相支持他參加2000年的總統大選。葉利欽知道，只要普里馬科夫參加競選，那普京獲勝的希望就很小。為了保全普京，他開始下黑手，將普里馬科夫做手術的視頻放出來，聲稱他已重病纏身，而這恰恰戳中了俄羅斯人對老人政治的恐懼之心。這樣的新聞一出，普里馬科夫知道自己已無可能參加大選，於是在2000年2月主動宣布退出大選，最終普京也順利地登上了俄羅斯政治舞台。想一想，如果當初普里馬科夫沒有退出，現如今俄羅斯政壇是否有更為輝煌的政績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，下期讓我們不見不散。